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入秋后，气候干燥，要多吃西兰花。我们都知道西兰花的营养非常丰富，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个西兰花非常营养又好吃的做法。加4个鸡蛋，出锅少油、少糖、少盐，超低脂，多吃了也不担心会长胖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朵西兰花和4个鸡蛋。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西兰花，用剪刀把西兰花剪成一小朵一小朵的，这样用剪刀剪的，不用刀切的，更加的快速。剪好后，如果遇到大朵的那种，再利用刀给它改成小朵，花朵的一面朝下，花蒂朝上，用刀像这样切，西兰花的花籽就不会掉的到处都是。全部切好后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加勺面粉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西兰花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泡西兰花的水表面漂浮着许多黑色的杂质，说明西兰花里面的杂质已经泡出来一部分了。再把西兰花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我们都知道西兰花的长相结构比较复杂，花朵里面容易藏着许多肉眼看不到的杂质、细菌和虫卵，所以在吃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这里加食盐呢，食盐可以让西兰花里面的脏东西自己跑出来。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西兰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，还有虫卵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控干水分备用。接着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加勺食用油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食盐化开后，再把西兰花倒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。这里加食盐呢，提前给西兰花入一个底味，加食用油可以锁住西兰花的营养，让西兰花保持翠绿的颜色。烧开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煮太久。再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入凉水中过凉，这样可以让西兰花的颜色更加的翠绿。用手抓拌均匀，稍微放凉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到案板上，用刀把西兰花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像这样子的小朵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接着往里边打入4个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1勺淀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最后搅拌成这样子就可以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模具，在底部铺上一张油纸，再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刷好后，再把刚调好的西兰花鸡蛋倒入模具中，用筷子整理一下，把表面整理平整了。整理好以后，再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密封起来。再用牙签在表面扎上一些小孔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蒸锅水提前烧开，把它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馅料。准备几瓣大蒜，先给它切成蒜片，再剁成蒜末，尽量剁得碎一些。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小碗中。再准备几个小米椒，给它切成小圆圈，不喜欢吃辣的可以换成菜椒或者是不放。再用刀给它剁碎，
给它剁成小颗粒感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小碗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，放入蒜末的碗中，接着往里边加勺干辣椒面，再淋入热油，激发出香味。哇，好香啊！用勺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受热均匀。搅匀后来调一下味，加2勺生抽，加2勺香醋，加2勺蚝油，加2勺食盐，加一点点白糖提鲜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像这样我们的蘸料就调好了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西兰花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再把保鲜膜揭开，用筷子轻轻按压一下，如果已经定型了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稍微放凉后，用刀在周围划上一圈，这样方便脱模。然后再给它倒扣脱模，底部光滑漂亮。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改刀切成小块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。切好之后，把它装入盘中，像这样转着圈的摆放。全部放好后，中间再放上一个碟子，再把蘸料倒进来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西兰花鸡蛋羹就做好了。西兰花和鸡蛋这样搭配，营养低脂，清淡爽口。按照上述步骤做，爽口开胃，老少皆宜，可以尝试做一下。西兰花的花茎还可以做成其他的美味，蒸鸡蛋加了西兰花，看着就更有食欲。不喜欢吃鸡蛋的小朋友也想尝一尝，而且还可以做下酒菜，简单好做，而且少油少糖少盐，超低脂，多吃了也不担心会长胖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